金牛、巨蟹座5月中旬关系挽回指引。哎呀，我们金牛宝宝确实是陷进去了啊！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的人，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感觉过对一个人会那么的心动啊！因为这边这个权杖皇后的话，真的就是让我们金牛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就会觉得跟你好像哪里都很好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你跟我这个相处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就这个人他的这个对方他的一个火元素，真的是能够点燃我们金牛啊！所以说我们金牛真的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是我们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金牛对于这个人真的就是非常专一啊！那走到后面一个星币骑士的时候，那我们金牛哪怕说是跟这个人分开了，也还是会对他会保留一份这样的一个情感在啊，就因为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就他真的是非常厉害，甚至他的这种强啊是超过了我们金牛，我们是认可的。那我们金牛其实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金牛喜欢的人都是属于那种非常的有亮点的那种啊，要么比如说这个外形上面有优势，外形很好啊，要么就是这个能力上面很强，或者说就是这个条件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方这个人他也是一样的，他真的是让我们金牛会觉得爱你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金牛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那就会把这个人就是捧上天了啊，那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把他去踩在脚底下，就非常的分明的啊，有可能踩在脚底下不够，还要去跺2脚。所以金牛是不是真心喜欢你，这个非常非常明显，你不用去怀疑啊。那这边一个皇后牌再加上一个骑士牌，这个难道还不明显吗？对不对？我们金牛已经是对这个人对于对方痴心绝对了啊，所以金牛真的在这段感情当中就是毫无保留的啊，我就是先去付出啊，先去给你，我什么都不计较。虽然说大家都会觉得都会觉得说金牛好像特别会去计较，特别会去衡量，但其实实际上金牛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不会去比较的啊，哪怕说我只有10分，那我都想要去给到你12分的那种感觉。包括说我觉得对方啊，他对我们金牛宝宝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也是非常真心的，不然他这边这个骑士牌就不会出现啊，不会在前面就出现皇后加一个骑士，尤其这边还是一个星币土元素的一个骑士，所以对方他也不是那种说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的人，他跟我们金牛，我真的觉得这段感情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双向奔赴的一种感觉吧，就非常非常值得啊。所以你说明明这么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要走到今天这样一种要崩裂的一步啊？因为怎么说呢，前面是权杖皇后，这边又走到了一个大牌皇后的一个逆位啊。对方要承认对方他确实很优秀，但是他的这种强大呢，还没有办法撑起两个人这段感情。就不管是这个物质压力也好，或者说家庭压力也好，两个人都会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尤其是这个皇后牌啊，皇后牌会强调一个家庭感，那对方呢，他在现实方面的实力有可能并不是很强大，所以说我们金牛才会觉得我跟你之间好像总是有隔着这个万水千山一样啊，我跟你这么相爱，但是没有办法在一起。那这份感情的话呢，我们金牛当然说还是想要和这个人去在一起啊，就不管这个任何原因，或者说不管距离，不管时间和这个地点，我都只是想要跟你去在一起就好了。但是对方他其实是不敢像我们金牛一样这么的不管不顾的，因为其实他这边的一个星币手牌啊，星币手牌走到逆位的时候，其实就会有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有种不强求的这样一种态度，他不敢拿我们金牛来当做一个赌注啊，他说白了，他不敢拿两个人的后半辈子来开玩笑，所以我觉得对方他真的是一个很会为我们金牛考虑的星座。就你看他这边其实已经连着2张这个星币牌了，所以在他心里面，我们金牛是真的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面对我们金牛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想很多啊，最终呢，他就是会觉得，那我不能耽误你啊，我不能让你觉得相爱是一件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虽然说他会觉得他自己也会觉得跟我们金牛在一起是很开心的啊，但是到现在这样，他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已经不敢再去奢求什么了，只是希望我们金牛呢能够去重新开始啊，所以说他才会在这边开始去逃避我们啊，所以这边这样一个土元素的一个逆位，那他就会有一种比较冷淡的感觉啊，但是他心里面到底有多难受呢？啊，我觉得其实大概就是那种我曾经以为我抓住了自己的星星啊，最后才发现我抓住的其实只是一点点虚无的荧光而已了啊，就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有这么去拥有过你，所以我现在就是也放你回人群当中啊，对方他真的是在心里面去做好了一个准备，他已经想要去放弃我们金牛，他真的是已经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打好了这样一个底了啊，所以我们金牛现在的话，看到这里面，我们金牛真的是要崩溃掉了啊，就真的不理解，因为我们真的想不明白啊，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明明你也爱我啊，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去在一起呢？所以其实这边这个大牌正义走到逆位的时候，金牛其实真的会有那么一点赌气的意思的，就是那种既然啊你要离开我，那好，那我也要去离开你啊，我不会再把你去看成我人生当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人了。所以说我们金牛就会去嘴硬啊，就会开始去说啊，我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你啊，尽管我好像确实表现出来我很爱你，但是我只允许自己爱你那么一阵子，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把后半辈子都交给你了。所以我们金牛在这边啊，真的就是有在去假装理智，或者说假装清醒而已。实际上我们金牛早就已经被这个人或者说这段感情去影响的失去判断了啊。其实如果说我们不是关心则乱的话，我们真的就会能够发现，以我们的这个聪明才智，绝对能发现对方他其实自始至终都有在爱我们。如果说我们金牛知道对方的心思的话，那我们也不会用那种这么伤人的话去面对他了啊，也不会说假装自己也不在乎了。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金牛真的就是一点很不堪
开心的啊。但是我们的这种不开心呢，也只能是往肚子里面去咽了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立场再去跟他去说话了。可是对方啊，他到这边他已经是走远了，他已经走掉了啊，他已经是完全好像就是背离我们的感觉啊，但是他没有走得太远啊，他这个步伐很慢。你会发现他这边这个圣杯骑士啊，圣杯骑士出现的时候，他心里面还爱着我们金牛，他觉得，我觉得在对方心里面，我们金牛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匹黑马啊，一个潜力股，他心里面真的是觉得金牛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人啊，就像我们金牛就是看他一样，他看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优秀人群当中的一个闪光点啊。尽管说两个人之间呢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样一个可能性，但是对方他在心里面自始至终还是对我们金牛保留了一份爱的，哪怕说现在啊，我们金牛有可能会说一下那种比较难听的话，或者说假装对他很凶的一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对方。我觉得这个人他也不会介意的，他知道金牛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也记得这样一个圣杯骑士啊给他的这种包容啊，或者说这种关爱，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他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在我们金牛身边啊，真的很希望。但是在这里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这个逆位的圣杯骑士啊，他已经是不给对方任何希望了，不让对方抱有希望了。金牛这一次真的就是被赶走了啊，虽然说他从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让我们金牛去找更好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金牛背影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不好受的。水元素逆位，圣杯牌水元素逆位给他带来的那种拉扯感啊，其实会让对方变得越来越失落，就真的好像觉得已经没有办法了啊！明明心里面那么爱，但是他已经就什么都不能再去说了啊，就感觉好像有苦难言，有再多的话都已经说不出口，没有资格说出口了。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其实现在啊都没有走远啊，但就是差一个去互相说开的机会。如果说真的再不说开的话，那我们金牛宝宝真的就是要离开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在给自己去洗脑，就是告诉自己啊，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我跟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那我们唯一的这样一条路就是好聚好散。因为其实当这边这个宝剑皇后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金牛在给自己去下决心啊，就是我一定要离开，或者说我一定要去放手。因为哪怕说我们金牛想要去对你去负责任啊，我们好像也没有了任何的理由去到你身边了。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啊也有点就是不合适啊，不管是这个条件方面，还是说性格啊这种匹配度方面，两个人现在好像有一点就是连接不上的感觉。所以其实最后这边这个宝剑皇后在这里就是在提醒两个人，就是在提醒我们金牛宝宝和对方，如果说要聊啊，那肯定是有机会去聊的。那如果说两个人聊不了了啊，没有这个机会去沟通的话，那可能唯一的这个结果啊，就有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了啊。其实我觉得。我们金牛宝宝真的就不是很在意你是不是跟我这么完全匹配的人，金牛没有那么物质啊，没有这么的现实。金牛真的会觉得，只要我爱你，我可以去为你妥协任何的事情，但是只看你到底愿不愿意去给我这个机会了。我真的很喜欢巨蟹座，因为巨蟹是一个很真的一个星座。那这边其实看起来，我觉得我们巨蟹就是完全陷进去，就是遇到了一个让我们感觉刻骨铭心的人啊，就是我就是喜欢你，就是要对你去好，别的什么我已经全部都不管了啊。因为其实像这个星币侍从，它就是这种土元素，它其实非常执着或者说非常坚定的啊。所以你说巨蟹到底有多真，对不对？那真就是那种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只不过说我们巨蟹在这边一直有在去付出啊，一直有在为对方为这个人去掏心掏肺，但是侍从牌出现在这里，就会有一种就是入不敷出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巨蟹已经是为这个人去倾尽所有了，但是有可能回头一看啊，就会发现怎么到头来自己好像没有那么一点收获，就是我们耕耘了那么久，但是好像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巨蟹宝宝也会开始去怀疑起这段感情啊，也会开始去怀疑自己了。因为巨蟹真的就是我刚刚说我非常喜欢巨蟹一点，就是巨蟹非常非常的会善解人意啊，非常的温柔善良。所以当我们发现这段感情是在消耗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要责怪对方，反而是会去反思自己，就是我们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啊？我是不是应该对你要更加的好一点才行？你是不是也有为我做了很多，只不过是我没有去感觉到啊。但是到后面我们巨蟹宝宝里里外外找了很多遍啊，还是会觉得是自己一无所获。所以其实我们巨蟹到这里真的就是没辙了啊，只能承认自己好像没有被爱着，我们好像没有被你认可。但是对方啊，他真的就是这么的不在乎我们巨蟹吗？我感觉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完全不是啊。因为他这边这样一个皇帝牌，就是很明显，对方他对我们巨蟹是非常在意的。皇帝其实本身他就是代表了那种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真爱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对方他其实是很珍惜我们巨蟹的，可能就是再怎么找也找不到一个像我们巨蟹这样的一个人了啊。但是因为皇帝他太高高在上了，就总是会有一种凌驾于我们巨蟹的感觉啊。因为他皇帝牌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啊，我们巨蟹很会挑，眼光很不错，他确实是还蛮优秀的，所以他会想要去保持住就是皇帝的这样一种高傲，而且他其实也好像有一种被我们巨蟹宝宝宠坏的感觉啊。因为巨蟹喜欢的人就是事无巨细的啊，所以我们巨蟹对他真的太好了，所以他就是习惯了被我们巨蟹爱着，或者说被我们巨蟹宠着的感觉。所以等到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高低位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时候，就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对方他想要对巨蟹好，他想要来主动，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啊，也不知道到底要去怎么样去说。所以说，其实我们巨蟹真的就会变得越来越感受不到爱意了。我们会觉得你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么的在意过我啊，你一直只是在去享受我对你的好而已。但其实实际上，对方他对我们巨蟹的感情绝对就是真心的。对方他对于我们巨蟹的这个爱，其实并不比我们巨蟹少啊，只不过说他的爱其实都在心里面，或者说是在一些看不见的一些地方，那所以就会很容易会被忽略掉而已了啊。所以其实两个人的这段感情的一个热情度啊，其实一直都是有在去往下降的。对方呢，他越是退缩，那我们巨蟹就越会觉得没有意思了啊，甚至觉得就已经是不值得的啊。因为像这边星币4出现在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不想去再这么一股脑的去为你付出了啊，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啊。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巨蟹要很多的那种物质啊什么的啊，完全不是，巨蟹不在乎这些，巨蟹要的仅仅就只是你的爱而已，就是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别的什么付出啊，其实有没有它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如果说我们巨蟹感受不到爱的话，那真的很容易会去推翻以前所有的一切，因为连爱都没有，那你给我别的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但是因为星币4它走到一个逆位的时候啊，就说明其实我们巨蟹还是一个非常容易心软的人啊。巨蟹在感情里面吃亏，也就吃亏在这一点上面了。虽然说我们巨蟹呢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啊，但是我们巨蟹就还是会为对方去付出，或者说只要你能够向我们透露出那么一丁点的爱意，那我们巨蟹就还是愿意去为你去赴汤蹈火。因为逆位的这个土元素，那我们巨蟹其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感情的。我们每次跟自己说啊，我不管了，我明天就要放弃你啊，我反正不会在你身上再栽跟头了，我一定不会再回头了。但其实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还是会忍不住会去回望一下对方的。巨蟹，我觉得这么善良的一个星座，我们真的是做不到完全的绝情啊。但是对方，我觉得他也不是说对我们巨蟹无动于衷的。他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对我们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人他是很固执的。他心里面对于我们巨蟹的爱，其实一直都没有去磨灭过啊。所以说他这边隐士出现的时候，他其实比我们巨蟹还要的沉痛，因为他心里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绝望了。他曾经也是有全力以赴的有爱过我们巨蟹宝宝的啊，他也有感受过我们巨蟹对他自己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爱，所以你这个时候让他怎么能够放下，对不对？感受过一个人对自己好的时候，他是完全接受不了就离开这个人的，所以说他放不下啊。这个隐士逆位其实就是外界不管怎么跟他说啊，你们已经分开了，你早点放开吧，你去接触其他人吧，这种声音他其实也不会去听的，他就只是会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一盏明灯啊，完全不想要走出来。但是因为隐士牌它的这种隐藏感还是很强烈的，就是他心里面啊，虽然说舍不得巨蟹，但是他也不会去跟巨蟹去说啊，他只会在心里面呢默默的去怀念。尤其是因为这边逆位的时候，那他已经是完全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难过当中了，可能他都没有发现啊，其实我们巨蟹还是有在去等着他的。所以说两个人其实会走到现在啊，我觉得真的还是比较可惜一点，比较让人遗憾一点，因为我觉得不至于两个人不应该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两个人走到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已经是没有什么那种实际的一个相处，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个不自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断联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是怎么说，就是因为星星走到逆位嘛，那我们巨蟹已经是完全看不透它了啊，包括说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希望也已经是有在消失了。其实巨蟹我觉得是越来越失望的，越来越绝望，因为这种断联其实会让我们巨蟹宝宝心里面的委屈会越来越被放大啊，我们就会觉得那你肯定是不爱我了，你肯定已经是被别人就是跟别人去在一起了啊，你是不是其实早就已经想离开我了，对不对？包括说过去感情里面的一些伤心事啊，有可能也会被我们巨蟹呢翻来覆去的会想起来，就会觉得我曾经想要的那种爱也好，或者说温柔也好，你全部都没有给我啊，那我真的不值得，我就应该要这样去放弃你。所以其实到这边星星逆位的那种能量衰退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们巨蟹已经是对这段感情不抱有希望了，甚至说已经是变得有点失望透顶了。所以说我们巨蟹现在已经就是什么都不去想了啊。如果对方他再不来主动来找我们巨蟹的话，那我只能说啊，两个人真的就是要这么走到这边戛然而止了啊。但是留有余地的是后面这边死神在这里，我其实真的很揪心啊，我们巨蟹宝宝，因为死神的这个能量在这段感情里面是非常消极的，就是对方这个人他已经是心灰意冷了，他从前面这边一个皇帝逆位走到这边一个死神的话，他的那种权威感已经是完全消失了，他就会觉得说你巨蟹啊曾经对我那么好，但是现在你已经就是离开了，你一定就已经是不喜欢我了啊，你已经是不想要再去对我好了，所以说我还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也没辙了，我心里面再不舍又能够怎么样呢？啊，我总不能够说这么逼迫你去跟我继续在一起吧？啊，那我又怎么会忍心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方他其实现在心里面再爱我们巨蟹，他也会觉得自己已经是改变不了什么了，就这个结局已定，他做不出什么改变了，可能我们两个人这段感情就真的就只能这样子吧啊！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着你巨蟹离开，所以其实这段感情从头到尾，两个人就真的都像是在打哑谜一样，明明心里面呢惦记的都快要惦记的要哭了，但是恰恰是被爱的人最不明白自己是被爱的但是哪里有感情是脱离沟通就能够继续下去的，对不对？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好的感情它是能够远离沟通的。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心里面还放不下的话，那不如就诚实一点啊！本身我觉得相爱的人就不应该被分开的，所以如果
说两个人都埋着头不想去管的话啊，那即便说是有转机出现，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难去把握住的啊。但是这个短时间内的这个转机啊，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难出现啊，因为这边宝剑四在这里，那双方接下去其实还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彼此。就是你说好聚好散吧，又好像有一点不甘心，对不对？那你说快速去和好吧，那其实还是会觉得有点好像下不来台，就没有这个台阶去让自己去和好。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现在更多的就像宝剑四这个人一样，就是在这边躺在这边思考，我要怎么样能够回到你身边，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巧妙的去跟你重归于好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两个人很有可能还是要去冷战一阵子的，就是那种说你也不来找我啊，我也不去找你的这样一种状况，那我们巨蟹也好，或者说对方也好，其实这个时候啊，其实内心当中都是非常动荡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只要两个人身边有发生一些意外啊，比如说遇到一些新的桃花，或者说有家人朋友在耳边有一些反对的一些话啊，那两个人就很有可能就回不到过去了啊，回不到以前了。所以我其实真的非常建议两个人能够互相主动一点，去把心里面的这个怀疑去说开，可能就会发现原来你心里面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误会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在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这边走到这个地步，真的是不应该啊。